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车轮。咱们今天看一下这车啊，今天闹得都不开心啊。这车主呢是什么情况啊？我这个给他换的电瓶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更换的，现在是拿别的电瓶给他搭的。但是呢，这个情况目前侦测出来的这个问题，它不是没电，有电啊。什么情况呢？就是打着哒的，就是启动不了，说白了就像没电的现象。但是呢，它不是没电所导致的，整个也有电，我拿电瓶表也量了，的确是没问题的。所以今天车主很生气，问我说新换的电瓶为什么就坏了呢？但是呢，的确，咱们先一起看一下，哒一下，哒一下就没反应了。关掉，重新打，哒一下就没反应了。它也都有电，喇叭也响，大灯也亮，电源是非常充足的，但是就是启动不了，哒一下就没反应了。电瓶也拿表给它量了，电瓶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听着启动机启动，就是说哒一下就没反应了，知道吧？它启动机搁这一块呢，这种现象咱先拿锤子敲一下，看看管用不？就拿这个铁棍儿从这儿敲一下启动机，先试一下。来打！打一下，打，蹦，打，感觉启动机转不起来，只有它那个拨叉吸上去了。目前咱们量了这个电瓶的电也是属于正常的。电瓶是咱们今年21年3月份8号给它更换的电瓶啊，所有都有记录，我这也有记录。所以说电瓶属于一个正常的。然后刚才我把这个启动机的电压线也量了，信号属于正常的。还有这个启动机的过去的主信号的电压啊，就是说电瓶的主电压线也是属于正常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到目前的话只能是启动机了，再试一下，如果说不行的话就只能下手更换启动机。现在是没有办法了，该量的咱们已经都量了，该检测的也都检测了，所以说跟车主商量，只能把启动机拆掉，然后更换一下试试。如果说不行的话，启动机如果说更换了不行，费用也是我承担，哪怕给你换回原车的也是我承担。所以说目前只能是这样解决。但是呢，100%是启动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所有的检测证明的都是启动机，所以说只能拆启动机了。现在这个启动机已经拆掉，非常烫手啊！跑了10万公里，16年的车，福特纯原厂的启动机，你说你真他妈不争气，又恨你又爱你的。现在咱拿达线先试一下它这个到底正常不正常。负极夹住启动机的车身，不是启动机的机身，加紧 OK。 正极咱这边连接的是块电瓶啊，正极夹住主火线，然后再从正极跳一根信号线，拿个螺丝刀
再打，再打，再打。换一个吧。那就是启动机，然后每次点火的信号都正常，但是启动机打不起来。那意思启动机坏了。对。那换一个也得几百呀。对呀。你现在试不出来，你现在试的话空转，使不上劲儿，没有压力。花了多少钱了？没发现它每次你凉车还好点儿，如果说达到最热的时候，它连一点反应都没了。就是热的时候，你比方说你打着哒，就一下就顶不动的感觉了。我原来点火，要是这往前面一拧，它就自动就喷火了。对。换一个多少钱吗？我给你查一下吧。我给你查一下。你看我这个。现在这个新的已经拿过来了啊，这是旧的。旧的拆掉的时候非常发热，整个这个轮里边就是这个大包里头非常热啊，烫手。然后肯定是里头有问题的，因为它一发热就顶不动这个飞轮了。这个东西是质保1年的，品牌的配件。如果是个原厂的，下来就是个800-900块钱，品牌的这个300多块钱啊，就是说连带手工，就是说连带手工装好300多块钱，所以说，所以说客户选择的这个是装品牌的啊，质保1年，咱们看它能用多长时间。现在这个启动机已经给它装好了啊，然后今天顺势给你们展示一下，咱们也就是就手啊，因为这个换启动机把这个空力帽子不是拆了吗？咱把这个节气门给它拆掉，给你们看看10万公里没洗过的节气门有多么脏。记住，我这是顺手，车主他也没说，他也不懂这个东西嘛，咱就拆掉给他看看，因为这个东西现在的确这么看的话是肯定很脏的，咱们拆掉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10万公里没洗过的 1.6 自吸的，看看有多脏。现在给你们近距离观察这个节气门，它现在这个积碳已经成了硬性积碳，硬性积碳和这个轻微的油泥积碳是2个概念啊。硬性积碳的话会是严重的影响发动机的油耗和整个进气量和翻板的一个间隙，反馈给电脑的数据，然后会导致油耗高、动力不足。咱们近距离观察，我给咱们挖下煤，简单的挖下煤，看看它煤有多厚。它的这个积碳主要生成在这个翻板，就是这个翻板的两边，翻板的两边的话，所以它会严重影响这个数据啊。只要是拆下来，把这翻板周围给它清洗干净，把这个积碳拿清洗剂给它浮掉，然后给它擦洗干净就 OK 了。它这个翻板咱们现在可以看到啊，它这个非常锋利的，如果是较劲儿或者手在里头的话，特别要注意。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把我手给拉了已经。现在咱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一面我已经拿清洗剂喷了一遍了啊，只喷了一面。咱们清楚的可以近距离看一下，我清洗剂喷过的地方，它只把一些软的油泥喷掉了，但是它翻板那块出现了一个死台儿，就是硬壳，是卡的一个硬性积碳。所以说得拿清洗剂喷完之后，拿手给它抠，然后一点一点把这硬性积碳抠软化了，然后再给它洗下去啊。可以看到这上面油泥非常厚，所以说这个它就影响你的油耗。最大的建议啊，就是咱们每3万公里或者2万公里保养的时候洗一下。现在咱们是已经清洗干净的，看一下这就清洗个节气门，喷的这上面全是黑，这个隔板上面喷下去的全是这个节气门上面的。现在节气门里边翻板周围都给它清洗的干干净净，所以说它的一个细微的变化会导致传递给电脑的信号
不同。现在咱们整体的已经全部装好，把电瓶线给它一紧，因为拆这个启动机必须断掉电瓶线，你不断的话，它那个马达的就是启动机的主火线会打铁，一旦打铁的话会烧坏东西，所以必须把电瓶线给断掉。现在装好之后，咱们就重新启动一下。行。现在这个车咱们启动的次数已经在20-30次了啊！就是说凉车现在是处于咱们把空调打开，静等它热车，等它车达到最热的时候再来回启动，然后仔细试一下。现在咱们这个已经试了很多遍了，然后启动也有半个多小时了，空调一直开着，让它车达到最热。然后也没有出现卡壳的现象，而且来回启动已经不下于100次了吧，可以说，因为咱得一直试，和它的电量了、电瓶的电量，还有这个发电量都给它量了。现在所以说没有出现，就是说启动卡壳的现象啊，一下也没出现，所以这个问题现在肯定是100%解决了。咱们就把那个旧的启动机拆开看一下，到底是啥情况造成的。咱们分2期讲啊，要不然视频太长了。下一期的话就是把这个启动机拆开，咱们看一眼到底是什么原因，10万公里16年的车，启动机它就坏了呢？因为这个问题啊，出现的是在换电瓶之后，而且这个现象极像这个换电瓶以后的问题。极像是电瓶的问题啊，所以说必须打破砂锅问到底，检查出来它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